今天咱们再来玩一个小家伙 GD01的小威力擎天柱。那这一款呢，其实也是曾经经典 1.0 时期非常不错的一个模具啊。它把它缩小化了，配件内容有一对替换手型，甚至一把透明的大宝剑，还挺漂亮的刻线啊。另外这里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盾牌，所以是剑盾模式的，也可以把这里边的零件翻出来当一个臂爪。其实我觉得这套小玩具做的最好是里边带了一个展示的地台，车型状态下放上去刚刚的合适，而且3层的阶梯状，这上面有一些刻画的花纹。唯一有一点我觉得如果地台下方加一些收纳的位置，或者是插头了什么的，能把这些配件都藏到下方，那这个诚意会做得更足。基本就是经典 1.0 的那个车型，没有太多的改动地方。完全缩小之后，尺寸来到了11公分左右，变形过程非常的简单，也是原汁原味儿。我们先把这些配件都摘掉，顶子给它摘下来，后边的烟囱把这个2个握把拽出来，然后对折一下。老的经典 1.0 啊，其实这里边下方的这2个零件也是需要翻转的，但是因为缩小了，可能尺寸限制了，这一块就省略掉了。对折一下，变成擎天柱的大枪。车顶子也可以单独的变成一把大炮，我们对折一下，旋转卡住，再把这个头翻出来。上边也有一些银色的线条，捏捏紧。好，把缝隙对齐。推车滚动还是非常丝滑的，轮子这里用的是塑料轮胎，穿的轴，而且这一款的变形过程嘛，因为是非常经典的老模具了，所以咱们也不用讲的特别的细致。来看一下小比例化之后，它有一些地方是改动的。这个地方的扣子，我记得 1.0 好像是没有的吧？是不是新加了一个？这样的话，倒是插在这里边还挺稳固的啊，记忆比较模糊了。然后呢，双腿中间的这个扣子，它做了一个特别大的方桩，变形完了你还可以把它折叠隐藏起来。哎，这个是改的一个点，其他的地方跟原先的老版 1.0 是差不多了。这里抠开，哎，这就想起来了，老版本吧，因为这里是一个透明的轴，这个地方特别的容易断，也是因为那个年代的透明材质吧都不是很好。好像后来再版的时候也是发现了这个容易断裂的问题啊。现在呢，它这个小比例的版本看着还行啊，它不是通体的透明件下来，这一边是塑料材质，只是这个盖子和车窗的位置前边用了透明零件上了漆。目前看穿轴什么的没有啥白痕，也是这个东西的设计根源问题吧。好，胳膊扭起来。另外，好像这个地方，胳膊上边的这个门板贴的不像原先的大比例 V 级别那么紧实了，毕竟是小比例的尺寸上边有限制嘛。头雕的元素也是仿造了老经典时期的那种风格，猫耳朵以及口罩侧面的火神炮，就是眼睛涂的，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的来一圈眼线。就感觉更好看了。把这里都挪开，上半身胸口旋转180度，后边这里的盖子扣上，然后把这一块的进气格栅往上拉，旋转一下，把这个后轮收起来，背后的这一圈再卷下来。好，这款味道很正的老经典缩小的擎天柱我们就变形完成了，还是原来的那个味道啊！双枪拿在手里边也是这样的感觉。当然，如果这把枪你不想变形，也是可以变成背包，背到身后，变成这样的造型，小乌龟壳。替换手的更换很简单，直接拔下来，但是里边这个桩子很细啊，就导致了这一款插起来感觉有一点松，尤其你握持了武器的话，稍微扭一扭这一块是很容易掉下来的。爪子就是这样握在手里边，这也导致了这个转轴太松了，跟这里立不起来。我还以为手臂上面会做一个插孔什么的，把这个东西扣上去，让这个爪子尖儿能蹬平。现在看我找一找，好像也没有。倒是这把透明大宝剑拿在手里边还是挺有感觉的。
人形的高度在11.5公分左右，也算是比较兼容目前市面上的主流小比例系列。身上的可动关节该有的都有，也算是不亚于曾经的 V 级别原始设计。唯一就是啥呢？它这个大腿呀，这里边设计的轴关这些都还行啊，脚尖左右也有接地，但是在左右平转腿的时候，这里它做的这个关节，可能是因为这银漆的厚度导致的，这一块玩起来会特别的紧，甚至有那个漆面粘黏的感觉。所以呢，也是希望厂商在后续的一些产品里边注意一下这些转轴以及插合的扣子这些松紧度的一些考量。但终归来说，这一款最大的优势是售价相当便宜，放在如今的市场也是非常能打的一个性价比。再加上经典系列，其实对于变形金刚粉丝，尤其国内的玩家来说，是相当有情怀的一条线。所以想象一下，这家厂可能也是先拿经典 1.0 的擎天柱试试水。其实要说官方曾经出经典线应该算出的角色最齐的，它是仅次于 G1 时代的。如果说能把经典线这么多角色全部小比例化放在一起，应该也会显得更加精致吧。那么得嘞，大家觉得这款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我们就玩到这儿吧。